當全球投資人每天都盯着華爾街的螢幕，為了成熟市場裡呢越來越微薄的邊際增長而殺紅眼的時候，說真的，有一場21世紀下半葉最劇烈的非線性財富位移，正在被主流視野邊緣化的大陸悄然完成。大家好，我是 GSN Channel 的價值發現者與首席探險官。在今天的這份深度解析中，我們不談電視上常播的那種傳統地緣政治悲情敘事。今天我們要帶着尋找 Alpha， 也就是超額回報的熱情，用純粹的資本效能與技術傳導模型來重新評估這片土地的真實估值。你可能會好奇，為什麼矽谷的頂級創投、中東的主權財富基金，乃至於掌握全球通訊命脈的低軌衛星巨頭，現在都在不計成本地瘋狂布局這裡？原因其實很簡單，因為非洲正在演繹一場完全顛覆傳統發展經濟學的巨變。準備好了嗎？讓我們啟程，深入探討這個龐大的結構性轉移。首先，大家不妨在心裡問自己一個問題：傳統的工業化路徑已經死亡了嗎？長期以來，我們都被西方傳統的投資模型植入了一個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我們總覺得，任何一個開發中經濟體絕對都必須遵循一條嚴格的線性路徑，也就是你得先投入天文數字的資金去鋪設鐵路與公路，接着建立起龐大且沉重的實體銀行網絡，最後才能慢慢衍生出商業與金融的繁榮。這聽起來就像是教科書上無可辯駁的真理，對吧？那如果你繼續用這種陳舊的視角來審視擁有死絲人果的非洲大陸，我必須說，你將會徹底錯失全球最大規模的結構性財富重分配。因為非洲根本沒有在模仿西方的蹣跚步履，他們毫不猶豫地把這套舊劇本給撕了，正在走一條人類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全新道路。為了徹底拆解這份機構級的總體經濟論述，我們今天會沿着這5個核心板塊來推進。我們會先從宏觀的數位跳躍概念聊起，接着微觀拆解他們是如何巧妙讓過實體銀行的底層邏輯，然後我們會揭示一個令人震驚的人口紅利拐點，接着語氣會轉向嚴肅，探討一場看不見硝煙的數據主權保衛戰。最後，我們再拉高視角，俯瞰全球資本在這場地緣經濟棋盤上的終極博弈。好的，讓我們直接進入第一部分，非線性的數位跳躍。要真正看懂非洲當下的估值模型，我們必須先理解他們到底是如何打破常規，直接跨越傳統物理基礎設施枷鎖的。對比一下傳統的發賬模式，你就會發現這是一場多麼徹底的範式轉移。西方的線性路徑非常漫長、極度昂貴，而且完全依賴重型的實體建設。但在物理世界尚未完全鋪設銅線、光纖與鋼筋的非洲大陸，情況完全不同。他們就像是在一張空白的畫布上，直接疊加了行動通訊、微型發電與數位金融的三維矩陣。什麼意思呢？就是他們不需要先耗費30-50年的時間去蓋出1萬間實體銀行分行，才能向普羅大眾推廣金融服務。他們也不需要鋪設那種極度脆弱、昂貴且常常停電的全國性集中式電網，才能讓偏鄉的夜晚亮起來。他們直接在數位的荒原上建立起了全球最激進也最純粹的原生數位生態系統。這就是所謂的科技蛙跳。這裡面最關鍵的經濟學底層邏輯，其實就是將龐大的資本支出直接轉化為無摩擦的營運支出。當一個社會不需要承擔沉重的老舊基礎設施維護成本時，它就不會被歷史包袱給拖累。你想想看，西方國家每年需要花費無數的納稅人金錢去修補100年前建成的地鐵、橋梁和老舊電網，對吧？但非洲完全避開了這個資源消耗的巨大泥淖。這裡沒有龐大的既得利益階層會去阻撓新技術的發展，也沒有舊系統龐大且痛苦的轉換成本。這賦予了這片大陸令人難以信的敏捷度。當去中心化賬本、行動支付這些次世代技術來臨時，他們接納與融合的速度，絕對是遠遠超越傳統估值模型所能想象的。接下來是第2部分。讓我們將視角從宏觀的理論拉到最真實的微觀層面，去看看這種數位跳躍在奈及利亞或肯亞的街頭到底是怎麼運作的。我們常常有一種迷思，以為所謂的金融科技一定得是那種界面超華麗的智慧型手機 App， 再加上流暢的5G 網絡。但說真的，在非洲，底層邏輯完全不是這麼回事。這裡真正的殺手級應用核心叫做 USST。這是一種極其古老但異常堅固的行動通訊協定。
你只需要在市面上最便宜、連網絡都沒有的功能型手機上輸入信號、幾個數字，然後按個井字號播出，就能叫出純文字選單。非洲電信商的天才創舉就在這裡，他們直接把通話資費給實質貨幣化了。因為通話費本身具備預付費、零違約風險的特性，所以你儲值進去的那幾百塊通話費，瞬間就變成了可以在傳統市場買麵包，甚至支付學費的數位貨幣。這意味着什麼？這代表着每一筆底層交易完全不需要經過傳統銀行的 SWIFT 系統，也徹底繞過了 Visa 或是 Mastercard 網絡的抽成。這是一個完全由電信商記賬網絡支撐的去中心化金融系統，它毫不留情地粉碎了實體銀行的重重壁壘，以及那些繁瑣的 KYC 身份驗證限制。這才是真正的顛覆。為了讓大家更有畫面，我們來想象一個場景：一個19歲的肯亞年輕人，手裡拿着一隻折合台幣不到1000塊的二手機。他這輩子從來沒有踏入過任何一家實體銀行。在傳統的金融體系眼中，他就是一個沒有信用評分、完全不存在的隱形人。但今天，當他需要購買一組 M-KOPA 的微型太陽能板來為家裡供電時，奇妙的事情發生了。電信上背後的機器學習演算法會瞬間啟動，它不看你的銀行流水，而是抓取你過去的通話記錄、你儲值的頻率，甚至是你平常打給誰這些替代性數據。就在短短3秒鐘內，系統完成了微型貸款的精準定價與審批。接着，這個年輕人每天只需要透過剛剛提到的 USSD 支付幾塊錢的數位貨幣，就能解鎖太陽能設備的供電。這完別示範了什麼叫做無摩擦的純數位金融網絡，不需要分行，不需要徵信官，這正是技術帶來的絕對金融平權與效率極致。而這種基礎設施的跳躍，目前正隨着全球連接技術的突破而急劇加速。過去像是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深山礦區，或是上比亞那些缺乏光纖鋪設的廣大腹地，一直被視為絕對的通訊荒原。然而，我們即將在2026年迎來一個極為關鍵的歷史臨界點。以 Starlink 為代表的低軌衛星網絡，預計將讓整個非洲的物理覆蓋率逼近90%。各位請注意，這絕對不是那種慢慢挖馬路、拉實體纜線的漸進式數位化，這是一種極度暴力的一鍵聯網。那些原本與世隔絕的廣大腹地，將會在極短的時間內，瞬間且無縫地與全球網絡和強大的算力對接。你可以想象一下，這將會釋放出多麼令整個資本市場震驚的潛在經濟能量。好，讓我們進入第3部分：終極人口紅利。如果說前面講的是技術基建，那接下來要談的就是這片大陸最爆炸性，也絕對是被全球市場嚴重低估的隱藏資產，那14億人的驚人爆發力。當實體基礎設施的限制被強悍的數位跳躍徹底打破之後，真正能將這些技術轉化為巨大實質財富的底層驅動力，其實是人口結構。我們即將看到一組數據。這組數據強烈預示着全球消費市場即將發生根本性的結構巨變。請各位深呼吸，在腦海裡稍微停頓，想象一下接下來這個數字背後所代表的歷史意義。就在今天，整個非洲大陸高達14億的龐大人口，他們的年齡中位數竟然僅僅只有19歲，這是一個多麼瘋狂且充滿力量的數字。讓我們對比一下1990年代初期的中國，也就是中國經濟準備迎來那段30年驚人騰飛的絕對前夕。當時中國的年齡中位數是25歲。在宏觀總體經濟學中，我們極度看重一個關鍵指標，叫做撫養比，也就是非勞動人口與勞動人口的比例。現在的非洲正精準地站在撫養比即將迎來陡峭下降的黃金拐點上，這到底意味着什麼呢？很簡單，這代表着家庭的財務結構即將翻轉。過去可能是一個勞動者要辛苦供養多個孩童，但現在是大量的年輕人口準備同時湧入勞動力市場。當負擔減輕，賺錢的手變多，家庭的可支配所得將會迎來歷史性的攀升。這股極端的超年輕紅利，其內生所帶來的經濟與消費爆發力，絕對是核彈級別的。我們再把時間軸拉長一點，到了2050年，全球勞動力市场的樣貌會變成怎樣？答案是，每4個勞動人口當中就會有1位是非洲人，佔比高達25%。當歐洲、日本甚至中國等其他主要經濟體都在焦頭爛額地面臨嚴重的高齡化危機與勞動力急速萎縮時，非洲卻反向提供了全球最後一塊擁有超過10億級別的內部消費市場。大家要明白，這不只是一個人口統計學上的數字增長而已，
這是一個帶着原生數位使用習慣，從未被舊時代框架束縛，且充滿野心與活力的龐大世代。他們即將全面接管市場，並成為支撐未來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後一個巨型引擎。但機遇總是伴隨着挑戰，這就帶我們來到了第4部分：捍衛數據主權。隨着非洲全面擁抱數位化，一個充滿防禦性質，甚至直接涉及國家生存命脈的巨大危機與轉機，也隨之浮上了台面。我們必須嚴肅看待這個議題。如今，非洲的行動支付滲透率已經全面突破了70%，這代表着伴隨着每天發生的每一次微型貸款審批、每一筆太陽能電費的支付、每一通電話的撥打，這裡產生了海量且極度精準的行為與交易數據。現在，非洲各國的決策層已經徹底覺醒了。他們深刻意識到，如果任由跨國科技巨頭，不管是矽谷還是哪裡的巨頭，無償且不受監管地開採這些底層數據，這將會是一場極其殘酷的新形態數位殖民。這可不是開玩笑的，這意味着外國的演算法將能夠輕易決定當地人民的信用評分，甚至在不繳納1毛錢稅金的情況下，抽走所有的商業利潤。過去幾百年，這片大陸被掠奪的是黃金、原油和鑽石，而現在如果不加以防範，被悄悄抄走的將是這個數位時代最寶貴的戰略資源。因此，強烈主張保護本國公民的數位主機，已經成為各國防止未來國家財富被掏空的絕對防線。為什麼這場關於數據主權的爭奪戰會如此致命？因為這14億人獨特的交易流向、信用行為與消費偏好，絕對不再是可以隨意取用、理所當然的免費商品。大家要知道，在全球人工智慧競賽進入白熱化的今天，這些來自真實世界且未經傳統金融體系污染的巨量行為數據，是訓練次世代超級 AI 模型極其珍貴的底料。這也就是為什麼非洲各國現在正全面轉向，積極引進資本，新建本地的主權數據中心。他們試圖將這些原始的消費行為轉化為具有極高護城河的國家無形資產，也就是說，任何想要吃下這塊最後10億級大市場紅利的全球企業，現在都必須在這個新的主權框架下低頭，乖乖地坐下來進行利益共享的博弈，再也沒有免費的午餐嘍。最後，我們來到了第5部分：地緣經濟棋局。在深入了解了強悍的底層技術以及嚴肅的數據主權保衛戰之後，讓我們再一次拉高視角，看看全球的頂級資本是如何在這一張跨維度的賽局棋盤上激烈交鋒的。一個真正理性的投資模型必須正視非洲目前的剛性瓶頸。沒錯，他們的數位基建極度超前，但不可否認，電力與物理基建仍然有着嚴重的滯後。於是，我們就在這片大陸上看到了一場史詩級的跨維度資本瓜分大賽。首先，中國資本憑借着強大的國家力量，牢牢鎖定了港口、鐵路和公路等重型物理基礎設施，試圖建立起堅不可摧的物流霸權。另一方面，以硅谷為代表的美國資本則死守着另一條戰線，他們瘋狂投資海底電纜、雲端計算與數位骨幹網絡，試圖壟斷未來的資訊流。而手握龐大資金的中東主權基金也沒閒着，他們正在大規模地收購農業產權，並超前布局未來的綠色電網。這簡直是一場最經典的賽局理論實踐，各方勢力都在用自己最擅長的絕對優勢來彌補非洲的物理落差，而這一切的本質，說穿了就是在瘋狂押注，以換取未來對這個擁有14億人口龐大市場的絕對定價權。但是，在這場極度複雜的地緣棋局中，真正能引爆非洲內部潛能，讓整個大陸融為一體的終極核心催化劑，其實是一個叫做 PAPSS 的系統，也就是泛非支付結算系統。長期以來，非洲各國之間的貿易簡直是一場噩夢，因為貨幣種類實在太多，而且結算極度依賴美元與外部的西方銀行網絡。你可以想象一下，兩個相鄰的非洲國家做生意，這筆錢居然得先繞到紐約用美元清算一圈才能回來，這中間的摩擦成本簡直高得離譜。PAPSS 的出現，加上多個非洲國家目前正在超前部署的央行數位貨幣，也就是 CBDC 試點，這是一招絕殺，因為這實質上就是在金融的底層基礎設施上，直接繞過了傳統以美元為中介的清算體系。這個強大結算層的終極作用，就是將原本破碎割裂的54個非洲國家，在數位維度上強勢融合為一個單一的無堅不摧背的數位統一市場，
這才是真正的顛覆性力量。好了，今天我們一口氣拆解了非線性的數位跳躍，利用通訊網絡去中心化的金融革命，令人敬畏的人口拐點，以及數據與資本的全球地緣博弈，這一切縝密的推演，最終都指向了一個我們絕對不容忽視的結論：這片大陸的估值模型正在我們的眼皮底下被徹底重寫。請永遠記住這句話：財富從不消失，它只是在被眾人忽略的角落，等待被看見它的人拾起。我想，這正是我們跳脫常規思維，不被舊框架綁架，努力尋找隱藏 Alpha 的終極真諦。在節目的最後，我想留下一個問題讓大家深思：當14億擁有極低年齡中位數的消費者完全不按牌理出牌，直接跳過漫長的工業時代，大步邁入數位原生社會時，這股龐大的能量勢必即將重塑全球市場的權力板塊。那麼最終誰能捕獲這場史無前例的數位財富？無論是本土正在崛起的金融科技新創，積極捍衛主權的國家政府，還是那些虎視眈眈的全球地緣資本巨鱷，有一點是肯定的，誰能最深刻地理解這種非線性邏輯，誰就掌握了開啟未來財富之門的鑰匙。這裡是 GSN Channel， 我是你的首席探險官，希望這次的深度探索為你帶來了突破性的市場洞察。我們下次見。